大家好。那不知道大家在用 Maya 的时候，在做模型，是不是很好奇这个物件有多大？我们做完以后，是不是常常会就是 free transform 啊，跟清楚它的历史资料？那这样一清楚以后，你就完全不知道它几公分了。那我们平常应该就是这样子拉一个方形，然后去丈量它的高度，对吧？以前应该是这样做。那我最近有发现一个功能还蛮好用的，就是你可以选到全部的物件，然后按 Ctrl 加 T 变形工具的那个 Ctrl T， 它就可以出现这个盒子。那这个盒子就很有趣，它这边它的边可能看不太清楚，因为我的萤幕可能就是对比问题啦，可能看不清楚。那这边就是457.290跟123跟202。好，这边就是这个物件的尺寸，所以我可以故意的把它改成指定的大小，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60×60的方形的车子啊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它有个缺点就是它没有等比的这个功能啦，就是你要知道你的长宽高比要改成多少的时候才比较适合使用它。那这个功能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就是它这边有个边边有个叫旋转轴的一个图案，你这样去做旋转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就是根据另外一边斜对角的轴向去做旋转。那我们就不用去特地每次都去改 pivot 点哦，就不用那么麻烦。因为我们以前在丈量的时候，应该都在 Creator 这里的这个 Distance Tool 这里，然后去选到2个点，然后去这样子给它拉，这样子吧。以前应该都这样子，现在这样子也是一个方法，可是就是要找到2个点就很麻烦。我觉得就是 Ctrl T 蛮好用的，而且也不会产生额外的东西。那只是有个缺点是说，你用完以后一定要记得 Enter， 然后再来就是用太多可能会当掉。对，这是我之前用的时候有不小心当掉好几次。有一个很好用的是它叫 Modeling Tool。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东西，是不是都会故意把它这样移到旁边去，然后做完以后都会清除它的历史记录？可是这样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坐标位置就会跑掉。那么我每次都是这样子，可能就是改它 pivot 点，然后把它移到世界坐标000的位置，可能都是这样子去对不对？那太麻烦了。我们找到它底下这边，你切换成位移工具，然后找到它的 Mover Settings 这里。它这边有个 World 世界坐标，那你就可以去知道说，这个物件它偏移世界坐标多少，你就把它改成0就好，那它就会回到世界坐标000的位置。好，这就是今天 Maya 的部分。只是因为我最近常常在做一些比较算室内设计的东西嘛，就是它需要比较精准的数值困扰。那我刚好找到 Ctrl T 这个功能，就是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所以这部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，谢谢大家。